那么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我们先把它打开看一看。你们可能家里呢没有这样的机器，但是呢，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，就是说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，你不先着急扔，可以自己拆开了呢，一点一点的呢，可以看一看，分析一下，观察一下，看自己是不是能维修。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呢，最好是带着孩子呢一起来这个拆解、观察、分析和诊断，这是对孩子们一个最大的帮助。在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，那么电脑呢可以取代我们的思维，但是电脑呢不能取代于我们这种复杂的这种诊断的能力，而这种动手的能力呢，机器人也是不能取代的。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，在 AI 的时代，我们人怎么才能活下去，怎样才能活得比机器好。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，我们今天的 DIY 视频呢，来一个比较另类的一个维修。朋友呢跟我送来了这么一个东西，大家可能呢会知道，这是一个烤羊肉串的一个转炉。那么这个转炉呢，我们现在看看它是什么问题。我现在把电插上了以后呢，我把这个温度啊打开，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机器啊，所有的这些小转杆呢都在旋转，这个定时器呢也在响。唯一的毛病呢就是这个啊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热量，所以呢是电热丝部分坏了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电源呢给它拔掉了。其实每一次的维修呢都是考察你的观察力、分析力和判断力。那么现在这个转炉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大家有什么想法没有？可能是在哪儿坏的话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啊现在就留言。我也有了我的想法。我们先不管3721，先把这些钻头啊给拆了。我们看看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。没有充足的这个观察呢，一切都是非常难说的。那这些东西呢居然都是瓷的啊。好了，居然可以看到这时候呢有一些螺钉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些螺钉呢通通打开。那么其实打开这些螺钉呢也是有讲究的啊，先开哪个？那么我选择呢是先打开外围的，那么中间的呢我待会儿打开。这个时候呢我们呢仔细的观察一下，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这些电阻丝啊，实际上就是一个火线、一个零线还有一个地线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，那么我们必须把上面的这些螺丝啊都要拧开。好了，我们接着打开上面的这4颗螺丝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它已经啊从这上面呢分离了出来。这些螺丝把上面的这些结构啊进一步的打开。好的，我们这个时候无法把它啊从这上面提出来，我们得看看是不是能有什么办法从底下打开。现在看呢有6颗螺丝，我们呢打开先看一看。那么通过打开了底下的几个螺丝以后啊，这个整个这些器件呢都有所松动。那看来呢这个电路呢是被锁在这5个角上面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啊就把这个里面呢给暴露了出来。那么先简单的，我认为通过一个检测呢，先看这个电路啊是不是在。我拿电表啊通电试一下。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比较小心一点。我们打开电路看一看，这个交流电压现在可以控制呢，已经120伏的进来了。那么现在的肯定的问题呢是这个电热丝部分坏了，我们就现在要把它打开啊，来进一步对它进行测量一下，看看它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看看这个部件呢能不能更换，或者是能不能自行维修。那么这个外面呢有一个这个绝缘套，我们得首先呢把这个绝缘套啊给它从上面取下来。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做好标记，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红色，那么我写是 red， 这个地方呢 blue， 那个地方呢是 yellow。 好了，我把它标记完了以后，现在呢把这些都松开。那么在这个操作之前呢，再进一步的确认呢你的电源呢已经拔掉了。这个呢就是我现在拆下来的这个里面呢盘卷的电阻丝，我们对它呢那个电阻测量，我们能打到这个欧姆档，那么对它呢进行这个2级啊，刚才标记的这个 red 跟这个 blue 啊，可以看一下呢，这时候这个电表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，所以里面呢肯定是烧断了。那么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我们啊先把它打开看一看。那么这个螺丝呢很讨厌，它是从里面拧上去的，你需要呢用这个铝片呢顶住它的这个螺栓，我们才可以把它打开。
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呢，完全的拧不开，那么可能还要把这个打开。那么还有中间的呢，这一个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时候啊，发现呢，你瞧，它就可以打开了。打开了以后啊，我们看看这个结构呢，能不能从这儿抽出来。果不其然，可以抽出来。我们来瞧一瞧这个盘卷的电阻丝。那么小心一点呢，千万别把它这个搞坏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已经看见这个电阻丝了。那么首先呢，用目测来看这个电阻丝啊，到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。那么我通过目测呢，我不认为这个电阻丝啊有任何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我来测一下它的这个欧姆值。大家可以看上面有欧姆读数32欧，你看，所以这一整段都是好的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找到问题了，大家也瞧。那么问题呢就在这个地方，它呀在高温的情况下烧断了。我认为这个的维修啊还是非常的简单的，我只要啊，我把这个电阻丝啊，把它多送出来一点。好了，我现在呢送出来了更多的这个电阻丝。好了，现在啊这个电阻丝呢，我认为已经够长了。我把这个电阻丝呢重新呢把它缠绕在这个地方来。那么这个地方原来呢有一个你看被烧坏的破损的电阻丝，我把它从这儿呢给它卸下来。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垫片呢已经呢非常的处于不良状态，所以呢这个垫片呢一定要进行维修。中间的这根芯啊，好了，我把它取出来了。取出来了以后呢，这些地方啊全部都烧得面目全非。好了，我们呢把它们呢全部都更换了。更换的方法呢就是以旧修旧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儿不是卸下来很多它的这些件吗？它们应该啊都是同一个型号的，所以呢就再简单不过啦，那就是以旧修旧。这个地方已经把这个螺丝啊，大家可以看到都已经烧得损毁了。经过了一番这个暴力操作，好了，我们这个时候啊，看把这个新的这些小螺母啊又给它装上，然后呢装上这些小的这些垫片。好的，这是新的螺丝，漂漂亮亮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又可以把它呢从这儿再重新给它装回去。那么这个头呢就修好了。我们这个时候也不要忘了呢，把这前面的这一段呢不健康的这个电阻丝啊给它剪除。我们这个时候要借助这个钳子，那么用这个钳子呢绕到它的后面来，已经就被我拉到这个轴心上来了。好了，那么这时候呢把它钳紧。那么现在看起来呢一切啊都挺不错。好了，我们这时候呢就把这个螺丝啊给它拧紧。这个时候需要一些比较精准的这个手呢要非常的这个巧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用2把钳子呢把这个2颗螺丝啊给它拧紧了。那么从上面和下面呢都把它拧紧了。看上去呢棒棒哒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妨用这个电表档啊来测一下这2头了。20欧姆，这个电表呢已经显示呢这2头呢已经修好了。下面的工作呢就是要我要把这个小心翼翼的给它装回去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螺丝啊，这个螺母在里面呢，这时候啊要非常的小心一点。这个时候这个玻璃管呢千万别给它搞坏了。好了，玻璃管装回去了。其实维修呢也是非常考验你记忆力的东西，因为你怎么拆的呢你就一定要记住，就像你怎么来的你就要怎么回去。那么当时呢我记得这2个呢是空的，
因为这两个呢上面要插这个绝缘套，所以这个上面呢一个是火线，一个是地线，所以这个地方啊一定要搞清楚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把这部分呢也装完了。那么这个装回去呢，其实呢也并不是非常的复杂，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中间的话呢，因为我们拆开了之后，我们就知道它的原理了，所以我们知道呢中间呢肯定是它的这个火线。那么另外一级呢，我们知道呢是蓝线，而最后一级呢就是地线。我们把这个地线呢，可以看到呢就接到这个外面的这个铁壳。好了，我们最后呢接完了以后啊，把这个不要忘了把这个绝缘的这个胶皮啊给套上。我想这可能是怕那个油啊溅出来呢，怕它们短路。那么这样一下看来的话呢，我们现在啊就基本上啊就接好了。我们下面呢就可以把这个整个这个线路呢还原了。拆和装呢都是一门手艺，它需要训练你的这个记忆力。当然，如果你刚开始拆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啊用手机啊把每个步骤都拍下来。但是呢，当你熟练了以后呢，实际上像这种简单的机器啊，你都应该把它每个步骤呢都记录在脑子里面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安装啊，这是最后一颗螺钉了。一切呢，看上去啊都大功告成。那么这些齿轮呢，应该也都完全的到位了。好了，我们下面呢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我们呢，把这个电源打开，我们来呢，打开看看。哇，大家可以看见了吗？这里呢，已经冒出来了这个袅袅的青烟呢。那么这个温度呢，已经上来了。那么所有的这些每一个齿轮呢，都是非常的良好。哇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热气啊，已经上来了。那么这就修好了。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今天在修这个机器之前呢，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盲盒。我也是一边拆呢，一边修，一边来做这个视频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看一点点的通过观察和分析呢，那么就把它给修好了。那么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这是不是很环保呢？我们也不把它扔了，我们也没有呢去买新的元器件，我们就在这个旧的基础上呢把它修好了。那么一切呢都是那么的完美。好了，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留下你的感想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